所有人都以為每天夜裡與你同床共枕的是位絕美嬌妻，但是他們錯了。你的妻子為什麼在當年同房之前與你定下了一個長達3年的奇怪契約？當你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準備揭開謎底的時候，展現在眼前的結果，你是否還能保持理智？大家好，我是振三，今天我們就撥開重重迷霧，直面中國古代最隱秘也最顛覆倫理的民俗怪談——冥婚。有些東西知道的越深，往往越讓人不寒而栗。深夜，這場驚悚的謎底在搖曳的燭火下被強行揭開。男主譚生，一個年過40、相貌平平的讀書人，此時正手持一盏蠟燭，躡足潛蹤地走到床邊。床上躺着的是他正值妙齡、容貌絕美的妻子。兩人一起生活了2年，和和美美，還育有一個健康的兒子。看似是個其樂融融的天倫之家，可這幸福背後卻壓着一個妻子定下的詭異契約。婚後3年內，丈夫絕不能用燈火相照，也不能看其身體。但現在譚生終究是沒能管住自己的好奇，顫抖着伸出了自己的手，小心翼翼地褪去了蓋在妻子身上的被子。借着飄搖的燭火，展現在他面前的先是女性的柔美與沁人的體香。隨着他心跳加快，將被子完全褪去的一刻，床上的妻子腰部以下竟然是一具已經腐爛的軀體，甚至露出了森森白骨。這毛骨悚然的一幕頓時嚇得譚生魂飛魄散，而驚醒的妻子看着眼前的燈火，絕望地哭訴道：本來他還差1年便可以借助譚生的陽氣徹底還陽復活，如今功虧一簣。隨後妻子留下金缕衣1件，囑咐譚生好好照料兒子，便在夜色中消失不見。原來妻子本是當朝王爺之女，妙齡早夭，與男主訂立了還陽契約，等待復活。這便是譚生的故事，曾經被《列異傳》、《搜神記》、《太平廣記》等各大神怪之意的朋友圈推薦轉發。故事荒誕而淒美，雖然不算明媒正娶，但它依然可以折射出古人視死如生的價值觀，這也帶火了一大批影視作品。但是在現實世界，就真的沒有倩女幽魂式的橋段嗎？如果我告訴你完全沒有這回事，估計你也不会相信。那麼我就告訴你，答案是有，而且歷朝歷代都有，甚至一直延續到現在。或許它一直就存在于你的身邊。如果你身邊有年逾古稀的老者，或者是你的长輩、鄰居、同鄉，只要你有心去問，他們或多或少都会能告訴你一些你根本无法理解的故事。关于冥婚，最早的官方文献
可以追溯到記載先秦典章制度的周禮地官。法典中明確寫道：近遷葬者與嫁商者。這裡的嫁商指的就是冥婚。有嫁商，自然就有娶商，一嫁一娶，相輔相成。這個商字代表的是未成年而夭折的人。古人認為商是一種遺憾，而嫁商則是活人試圖修補這段殘缺生命的最初嘗試。到了漢代與魏晉南北朝時期，隨着厚葬風氣的盛行與墓葬文化的繁榮，史書中開始出現姻配或配商的記載。這一時期的冥婚往往伴隨着地宮、壁畫與大量的陪葬服飾。上流階層試圖在地下重新構築一個與陽世對等的死後世界。而在敦煌出土的唐代文獻中，也存有專門為此撰寫的雙亡婚書。從宋到清，隨着民間社會的世俗化，冥婚的稱呼開始變得更具生活氣息，也更加詭異。在陝西、山西等北方地區的一些地方志中，它被隱晦地稱為娶乾親或結姻親。而在南方，如江浙、閩粵一帶，則多被稱為配骨或伴孤親。在某些特定地區的民間黑話中，如果雙方皆為死者，會被稱為黑婚或死婚。如果是一生一死，活人則要抱着遺骨或神主的牌位成親，這被殘忍地稱為抱骨親或取活親。古人深信，死後靈魂不滅，若有子嗣早夭，便無法進入家族的祖墳或宗廟，只能成為孤魂野鬼。這不僅是死者的悲劇，更被陽世的活人視為巨大的風水隱患。他們相信，孤魂的怨氣會使整個家族遭受家道中落、人丁衰敗的詛咒。因此，冥婚的作用本質上是古人在社會宗法與家族運勢的焦慮下產生出的一套心理與利益的補償機制。當這種民間的習俗與至高無上的皇權結合在一起時，事情變得就沒那麼簡單了。難道冥婚還會影響國運嗎？下面就讓我們看看有哪些歷史大咖參與其中。公元706年的長安，一場大唐建國以來最奢華也最詭異的皇家婚禮正在舉行。街道兩旁掛滿了白色的帷幔，護送的儀仗全是帝王家的最高規格。在無數的宮女與內侍的簇擁下，一具從遠方起出的女子遺骨被緩緩送入了地宮中央的奢華石椁內。這是一場雙人合葬，男方是年僅19歲，生前從未婚配，被武則天杖殺的嫡長孫懿德太子李重潤。大唐中宗皇帝復位後，為了彌補對兒子的愧疚，不惜動用國家機器，隆重起出了名門望族河東裴氏家族中早已過世的女兒遺體。他們在大唐最高的理智准許下，為這兩個早已化為白骨的年輕人補辦了一場遲到5年的陰間大婚。1971年，當考古隊正式發掘陝西乾陵的懿德太子墓時，幽暗的地宮石椁內確實並排躺着兩副殘缺不全的人骨。同時出土的還有用隸書刻着聘恭人王裴氏為妃合葬的皇家冥婚哀冊。无独有偶，歷史的迷霧
此時才剛剛散開。這種皇家規格的冥婚，並非唐代獨創。我們熟知的三國神童曹沖，年僅13歲夭折，老父親曹操悲痛欲絕，決心在地下給兒子辦一場風光的大婚。最初，曹操找到名士丙原提親，希望能将丙原早夭的女兒與曹沖合葬，結果被丙原以嫁商不合禮數為由嚴正拒絕。碰了一鼻子灰的曹操，作為一代梟雄，怎麼可能死心？隨後，他將目光投向了中山甄氏家族，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魏文帝甄皇後那個家族。此時甄家剛好也有一個早逝的女兒，雙方一拍即合。曹操以相府的最高規格迎娶了甄氏王女，聘娶合葬。從曹操到唐中宗，這些站在權力巔峰的帝王将相，難道真的只是為了安撫亡魂嗎？與其說這是對子女的愛，不如說這是一場帝王政權的联姻與利益互換。死去的兒女在他們眼裡依然是鞏固兩大家族政治同盟的政治工具。當這種皇家冥婚的政治利益與世俗風氣徹底下沉到市井民間後，人鬼兩界之間便誕生出了一個專門依附於屍骨、行走於陰陽的行當。然而，這群做陰間生意的人背後的秘密與禁忌，這裡只能跟大家淺談即止。在北宋繁華的汴梁城裡，每當夜幕降臨，一個特殊的行當便開始工作了。他們就是鬼媒人，也叫鬼媒。當富庶人家有少男少女不幸夭折，父母不忍心兒女在地下孤苦，便會僱傭這種鬼媒人來牽線搭橋。他們通常晝伏夜出，游走於深夜的各大街巷，一是為了聯絡死者雙方促成冥婚，二則是搜集早夭者的生辰八字與死亡時間。這類人通常具備一定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也對玄學術數有着專門的了解。他們的外表通常都很普通，也有自己的合作夥伴。這些合作者通常都是法師。根據我查到的資料，一場完整的民間冥婚大致有以下幾個步驟，大家不要太認真，姑且看看就好。第一步，問靈與合婚。鬼媒人配對成功後，兩家父母會齊聚在亡者的墓前或靈堂前。他們不會直接占卜，而是通過制角，也就是制出2片半月形的木片或竹片，以這樣的方式來問靈。父母會對着虛空詢問死者是否同意這門親事，或者詢問死者的要求。只有連續制出代表神明與亡靈應允的聖角，婚事才能繼續。有些特殊情況，甚至要求死者被鬼媒人请上身。隨後，兩家會像楊氏成婚一樣，將2個死者的生辰八字寫在婚書上，進行合婚。第二步，冥財與紙紮聘禮。婚約達成後，男方家需要向女方家送去極其豐厚的聘禮，但這些聘禮並非真金白銀，而是由最頂級的扎紙匠人制作的縮小版的世俗用品，包括紙紮的豪宅、成箱的绫羅綢緞，甚至還有扎紙的仆從和馬匹。女方家則會準備相應的扎紙嫁妝。
在迎親當天，這些聘禮會伴隨着嗩吶與哭聲，在靈前燃燒供奉。古人認為，這代表物資已經成功過渡到了幽冥，並送達死者手中。第3步，起靈與結髮合穴。這是整場儀式中最為核心也最為沉重的一幕。女方的遺骨會被從原本的家族墓地中起靈，也就是挖掘而出，重新裝入新棺。迎親隊伍在深夜出發，吹打着混雜了喜慶與哀傷的樂曲，將女方的棺椁抬至男方的墓地。在下葬前，如果屍體未腐，司儀會剪下遗骨上殘留的髮絲；如果是已經下葬多年的，就需要生前遺留的衣物，將它們編織在一起，放入同一個墓穴的棺椁中，這便是結髮合穴。隨着墓門的最後關閉，這2個在生前從未見過面的年輕人，便在世俗的禮法下重組，完成了他們死後的明媒正娶。最重要的是，全程需要深諳此道的法師與鬼媒人相互配合進行操作，其中也不乏各種的禁忌與儀軌，比如親友的着裝、悼詞、咒語、法器、贡品、起靈的日期與時間、行進的路線，甚至是親友的生辰八字是否能夠參與等等，都有着詳盡而嚴苛的要求，事無巨細，缺一不可。陰陽兩界，人鬼殊途，還記得前面談生的故事嗎？我們聊了這麼久，似乎忘了一個重要的人。沒錯，咱們怎麼能忘記蒲松齡老先生呢？他的《聊齋》到底是真實的隨筆訪談，還是純編造的神怪志異小說呢？下面讓我們來看看蒲老先生是怎麼看待冥婚的。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間，山東爆發了逾期起義，清朝派軍殘酷鎮壓，其中栖霞、萊陽兩縣被連坐誅殺的人是最多的。一天，清軍以反叛為名，抓了一大批的百姓和鄉紳，押到濟南的演武場上斩首示眾。一時間，碧血滿地，白骨稱天，連當地的官員都動了惻隱之心，於是捐贈了一批棺木。可結果卻買空了整個濟南城的棺材鋪。這些死去的厲鬼全部被草草掩埋在濟南南郊的荒野，變成了一片連綿不絕的萬人坑。2年後，一個書生來到了濟南南郊，供香燒紙，聲淚俱下，祭奠被處刑的親友。祭拜完成後，他寄住在了城外一座寺廟中。次日，他一早就進城辦事，直到很晚還沒有回來。時至深夜，月明星稀，寺院裡鴉雀無聲。此時，忽然有一個奇怪的人飄然進入了他居住的禪房。他見屋內無人，便慢慢地躺在了他的床鋪之上。不久，房門啞然而開，書生歸來。借着月色朦朧，他發現自己的床鋪上竟然躺着一個人。瞬間頭皮發麻，剛準備拔腿狂奔，床上的人居然開了口：“呵，怎麼認不出了？
你以為我是強盜嗎？”書生覺得聲音非常熟悉，便大着膽子點燃了蠟燭。燈火一亮，瞬間就炸了毛。他認識這個人，只是不應該在楊氏再見到他罷了，因為他早就在2年前死在了逾期的慘案中。這位熟人一把拉住了書生，說道：“大聖，我們活着的時候可是莫逆，你又何必這般絕情？我雖為鬼，但沒忘情誼。今天我來是有事相求，你可別嫌棄我是異類啊。”這番話說的書生把跳到喉嚨的心收回了肚子裡。原來這個熟人生前是書生的挚友，因逾期案而死，死後在阴間想娶同樣因此而死的書生的外甥女，2人一起生活。誰道這女孩雖然死而為鬼，卻極為傳統，需要尚在陽間的舅舅准許才會答應。因此今夜特來求書生一起勸說這個女孩。書生聽罷也是哭笑不得，問了一些情況後，便決定與好友同去。書生跟着好友往北走了1里多地，荒野中看到了一座巨大的村落，住着100戶人家。他們来到一戶宅院前，如期見到了書生的外甥女。大家頓時哭成一團，悲悲切切，互道短長。外甥女感謝舅舅捎來的紙錢，書生也詢問了他在陰間的生活，就此應允了這樁冥婚。但是凡是故事總有反轉。書生在談話間見到一位害羞的外甥女的閨蜜，自然是生的笑灣秋月，羞暈朝霞。外甥女介紹說，這女孩叫九娘，萊陽公孙氏的女兒，生前是大世家，現在雖在陰間，卻也非常落魄。看着這郎情妾意，外甥女便自願做媒，幫孑然一身的書生牽線搭橋。這自然也是雙方所求。像陽間的婚禮一樣，女方通報了陰間的父母，書生用1隻金樽和100枚金珠作為聘禮，成就了這又一樁冥婚。5天後的深夜，村內盛牌筵宴，洞房內烛影搖紅，自然是百媚娇柔，終成眷屬。枕邊話，情意綿綿。九娘講到了自己是如何慘死和悲慘的家族身世，並且告訴書生，這個村子叫萊霞里，也就是當年萊陽、棲霞2縣被草草掩埋的過世者組成的村落。從此之後，書生白天進城陽間生活，夜裡便到萊霞里做陰間的情郎。一天，天明將至，九娘忽然提出一個要求，希望他能把自己和母親的遺骸挖出，讓書生一起帶回他的家鄉，並且告誡書生不能再來，長此以往，書生怕是會折壽。說完這番話，便解下自己1隻羅襪送給了書生當信物。書生一口答應
兩人揮淚而別。第二天一早，當書生前去挖墳的時候，只見眼前千墳累累，荒草遍地，根本就找不到九娘他們的墳墓。當他失望地拿出九娘贈予的羅襪，頓時迎風而化，瞬間爛成了灰燼。書生只能大哭着收拾行李，返回了家鄉。半年後，書生對九娘念念不忘。當他再次來到濟南南郊，夕陽下的亂墳崗，狐鳴鬼火，鬼氣森森。就在他準備離開時，遠遠地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飄過。書生瘋了一樣追過去，想要和他說話。身影停在他面前，卻真的是九娘。九娘面无表情，神色冰冷，就像從不曾認識他一樣。當書生大喊着九娘的名字時，九娘卻怒目而視，眼前的家人瞬間形容幻滅，化歸須臾。九娘態度的轉變，難道是因為書生沒有完成當年的承諾嗎？還是到了陰間，帶着無法釋懷的怨恨和委屈呢？這不禁讓人唏噓。畢竟人鬼殊途啊。從唐代的豪族聯姻，到聊齋的筆墨傳奇，冥婚這個歷史符號，其背後交織着人性最深處的恐懼、執念與對未知的無助。時至今日，也產生了許多令人髮指、唾棄的刑事案件。撥開那些神秘的儀式與傳說，我們必須以理性的立場來看待。這種將陽世間的財產、身份、宗族禮法強行拷貝到地下的做法，在漫長的歷史中，確實不可避免地演化出了物化死者，甚至滋生出種種違背現代法律與道德淪喪的行為。無論出於何種執念，任何侵犯他人、將生命與骨骸商品化的舉動，都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因為這本質上是對生命的褻瀆。然而，轉換視角，再次審視事情的本源，反而覺得有一絲憐憫。那些陽世間因早夭喪子而砸下重金，四處奔走配婚的父母，他們的所作所為，本質上皆源於一個愛字，卻也深深地陷入了一個執字。因為難以承受陰陽兩隔的劇痛，無法割捨對骨肉至親的眷戀，活人才會被顛倒妄想所困，試圖用人間的繁文縟節去捆綁死者的靈魂。這種執念又何嘗不是一種在苦海中掙扎的無明呢？而那些不幸早逝，在冰冷的墓穴中被執念束縛的年輕魂魄，他們未能享受陽世的圓滿，死後還要承受活人的焦慮。在此，我們以一半馨香，祈願生者破除無明，遠離顛倒夢想，逝者往生極樂，永享平靜安寧。好了，屏幕前的你是否聽說過冥婚的傳聞呢？你又是怎麼看待這個話題的？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喲。感謝您的觀看，我是振三，讓我們下次再見。